这就是我，是不是很帅？当各位看到这幅图时候，你们觉得我是什么？第一名、冠军、最厉害那个人？不，但其实我是这场比赛最后一名。这场比赛之后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在体育比赛中，名次与进步，究竟谁更重要？我想大家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答案。今天我就来分享下我的想法。我的名字叫周贝乐，今年12岁。3年前开始接触铁人三项这个运动。铁人三项包括游泳、骑车和跑步。我觉得这个运动特别划算，练一项可以抵3项。我人生第一次比赛是在我9岁，也是2019年冬天。当时真的非常非常冷，而且我对于铁人三项只是单纯知道它是游泳、骑车和跑步。当时我身体状态不好，我不擅长骑车，我也不会跑步。当时因为学习忙，我的游泳课也停了。一场比赛，我拿了倒数第1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进步空间会非常大。第2次比赛是在上海嘉定区比的。为了那次比赛，我做了一些准备，平时有一些体力上规划和训练。而且这次比赛我带上我弟，虽然他跑得快、游得快、骑车也比我好，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比不过我，因为有一个东西是他至今都没有搞懂的，你有铁人三项幻象区。你们可能会觉得幻象区究竟是什么神通广大的东西？其实幻象区很好理解，从字面上来说，就是铁人三项一项结束后换到另一项地方，在那里你会戴上头盔，摘下你的泳镜、泳帽，戴上号码布，穿上鞋，拿上车。虽然这些步骤看起来十分简单，但是有些选手往往会在这些环节中耗费很久很久时间，而最终导致比赛结果并不理想。回归主题，这次比赛跟上次比赛差距还蛮大的。首先就是骑车不再是简单提心台，而实打实真骑；跑步也不再是跑步机，而是总体为上坡路线的跑道，对于我这种微胖人士十分的不友好。那次比赛我拿了倒数第2名，你们可能就会觉得倒数第1名应该是我弟吧，但其实他跟我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年龄组的，他在他那个年龄组拿了正数第2，也就是亚军。一个铁三小白跟一个铁三老手之间差距如此之大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。我很喜欢一本书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懦夫永不启程，弱者死于途中，勇者奔跑不要停。所以我想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从小就是个笨小孩，我爸爸妈妈比较佛系，我没有学过任何课本知识，我不会算数，我不识字，所以刚入学时候我是我们全班倒数第1。但是通过我努力，我现在已经是我们班排名前几名的学生了。所以通过努力把自己从弱变强，我是有经验的。今年我的教练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参加铁人三项专项训练。虽然我相比较自己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毕竟那是高级组集训，所以我依旧垫底。集训之后比赛，我比着比着，突然间发现身边没有人了。通常这种情况有2种可能：第一就是我拿了第1名，第2就是我又拿倒数了。基于这高手之间比赛，后者可能性会更大一点。果然，当我跑向终点时候，我看到我队友们向我跑了过来。当时我非常感动，我明白了，铁人三项精神就是坚持不放弃。运动如人生，比名次更重要的是坚持与进步，比一个人的坚持与进步更重要的是一群人的坚持与进步。你们可能会觉得铁人三项很厉害，只有高手才能发言，只有足够厉害才能站到这里。但其实铁人三项更多的还自己与自己之间比赛，每次比赛也是发掘自己成长以及收获的一个过程。铁人三项也不仅仅是一种运动，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，而这种精神也不仅仅只适用于展现在铁人三项。比方说，我很喜欢篮球，在后半场比赛往往会因为胜利而更加激烈，
当然了，选手体力也会有些许不支。像这种情况，一些选手就会用到铁人三项精神，也就是意志力，就是那股为了胜利而坚持不放弃的精神。当然了，在比赛中经常拿倒数的我，在生活以及学习上并不输于别人。每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比赛。The coward never started, the weak died along the way。谢谢大家。